假如你第一次穿着 VR 体感服玩丧尸类 VR 游戏，那么接下来你很有可能得到这样的反应。我操！哦！没错，今天的视频主角就是这个由国产团队研发制作的触界 VR 体感服。官方宣传说是包含了40个震动反馈单元以及2个电刺激单元，也就是说在常规的震动反馈之外，还能给予你手臂肌肉 EMS 刺激，可以在 VR 游戏时对手部动作多一道交互的反馈。我手上这一套是马甲的造型，虽然体感服原则上是 VR 体验系统的一个外设装备，但是作为衣服的定位，它首先必须要是好穿。触界 VR 体感服在选购时是没有尺码选择的，它自己带有肩部高度调节扣和维度松紧调节扣。操作上就是很简单的将扣子一拉一松，非常好调节。假期期间我给不同身材的朋友都穿过，他们通过调整都能达到一个合身的状态。中间这个拉链我个人建议是不要拉到顶，尤其是如果你用维度松紧扣把体感服控制的比较紧身的程度的话，拉链这时候就会有一点难拉。体感服的后边呢是凸起的供电模块，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躺下来穿着 VR 体感服体验就不太行了。内置的1万毫安的电池最多可以让体感服续航16个小时。这个 Type-C 充电口除了给体感服充电，同时还支持像头显做充电宝功能，不过只能是高强度游玩下的临时紧急使用啊。那至于这2个电刺激单元，它们的充电方式是固定在肩部的磁吸充电口。那么在衣服的正面我们会看到它的开机键，长按3秒开机之后会进入闪烁的蓝光状态。然后这2个电刺激模块，它们可以通过磁吸直接固定在手环扣上，同样也是长按3秒开机进入闪烁蓝光的状态，并把它绑在自己的肱二头肌或者肱三头肌上。大家注意，手环扣是有2块凸起的导电橡胶，尽量让这个部位对准你的肌肉处。另外就是秋冬季节了，天冷了，皮肤容易干燥，会影响电刺激的效果。标配包装里还很贴心的给了一个小喷瓶，你可以装点水提前喷在皮肤上，保证到时候电疗到位啊。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首先要把电刺激手环和体感服配对一下，在体感服开机闪烁蓝光的情况下，再一次长按15秒左右就会进入自动配对的模式。配对成功之后，体感服依然显示闪烁蓝光，但是电刺激模块会显示蓝色常亮。往后开机呢都会自动配对，不需要再次手动配对。接着就是让体感服连接电脑，我们先去到触界的官方网站，下载安装客户端，打开客户端，点击设备管理和查找设备。电脑的蓝牙就会识别到你的体感服开始连接，连接成功的话，你的体感服的灯光也会变成蓝灯常亮，界面里也能看到目前体感服和电刺激模块的电量。在客户端里，你可以点击 Test 感受体感服的震动单元和电刺激单元是否运作正常。这里尤其注意一下，咱们的电刺激强度，这个是可以让大家自行做调整的。每个人对电的敏感度不尽相同，所以需要自行调整到合适的强度。我个人觉得大于80%的程度，那个电击强度就有点猝不及防了。在客户端的左侧，咱们点击所有游戏，你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支持了几十款游戏，后续还会慢慢增加。在游戏海报的右下角点击这个下载按钮，就可以把所需的体感 Mode 文件直接注入到游戏，你无需做其他任何多余的操作。当然前提是你已经下载好了这个游戏，否则系统会提醒你先提前安装好游戏。对于每款游戏的触感反馈的效果是开发团队自己预示好的，但其实每位玩家都可以自己去自定义。在我的游戏 Mode 这里，点击你想自定义的游戏，就可以进入特效编辑页。我们以半条命艾利克斯为例，可以看到失去物品、使用重力手套等动作也都可以编辑。你可以自己选择是添加震动还是电刺激，甚至可以精确到具体有哪几个单元来震动，以及是恒定的模式呢，还是淡入淡出的方式。等你初始设置完成一遍后，就可以像我这样去感受有体感服加成的 VR 体验了。由于我感觉半条命艾利克斯的战斗密度不够，于是首先就直接选择了 After the Fall。这游戏的丧尸又多，速度也快，我还强行把电刺激的强度开到了100%，准备好好的受虐一把。我操！啊！那滋味确实相当到位啊！震动单元的反馈感觉是在你身体上翻滚，然后加上电刺激的瞬间麻痹，会真的让你不自觉的颤抖后退。这还是我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的反应，可以说弥补了 VR 头显只有视觉反馈没有受激反馈的空白。当然，除了受激，当你失去物品或者进行一些物理交互，体感反馈也是会震动的。包括你自己开枪的时候，
它的震动会试着让你去感知到后坐力的存在。所以我还在雇佣战士这个多人在线射击游戏里去感受了一把，比如自己拿把小手枪怼着自己的身体射，不得不说啊，自杀还是很疼的。而且我发现，在比较偏竞技的 VR 游戏里，你要是把电刺激强度开得太高，是会影响你的游戏成绩的。就对手可能在任意一个方向朝你射击，因此当你被射中之后，你肯定会被震动和电刺激一下。除了生理上象征意义的感受到中弹受伤的感觉，你的瞄准和射击反击的速率肯定会因为体感服的存在而产生延迟。所以如果你是比较追求游戏结果的话，我建议把电刺激的强度调低一点。但是对于 VR 射箭类的游戏，电刺激单元的存在还是相当的适配的。在 VR 里射箭，虽然手柄可以产生震动模拟拉行的感觉，但是手臂这一块发力对抗弓的张力是表现不出来的。有了这两个电刺激模块刚好冲击着你的肱二头肌或者是肱三头肌，就能让 VR 玩家的动作更有完整感的反馈。唯一遗憾的是，这个电刺激的感受往往只是偏麻和刺痛的感觉多一点，并不能完全的还原。总的体验下来，目前为止缺点的话，大概就是震动和电刺激的反馈偏同质化，不够细致入微。先别说同一个游戏的不同动作，不同游戏之间的反馈调教也都是比较类似的。这一点如果能在后续的更新里慢慢的针对特定动作做更细节的微调就更好了。不过1500人民币就能买到这样的一件 VR 体感服，尝个鲜，还想要什么自行车呢？对吧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rolling VR 找圈。如果你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么下期视频再见。